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为什么有越来越多在马来西亚留学定居的华人，还有一些香港的艺人会喜欢用短视频的方式来分享自己在马来西亚的生活。其实这背后不光是有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文化的传承，也有一些现实的考虑和对于自我价值的追寻。这个现象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咱们第一个要探讨的主题呢，就是马来西亚短视频的流行与分享者的身份认同。为什么在 TikTok 或者小红书上面会有这么多来自中国、香港、台湾的人在热情的安利马来西亚呢？在这些视频里面，你经常会看到，比如说沙巴的海滩，清晨的时候那种金色的阳光，然后槟城街头正在翻炒的炒粿条，热气腾腾的，还有吉隆坡的双子塔，在夜晚温柔的灯光下面。然后这些人他们说的都是非常流利的华语，可能偶尔会夹杂一些马来话，他们的那种自豪就好像是说我家这边超棒的感觉。确实很容易被他们的情绪所感染，而且你会发现评论里面经常会有人说，感谢你让我看到这么美的马来西亚。对，但是其实很多拍这些视频的人，他们都不是那种旅游博主，他们很多都是在马来西亚留学或者是已经定居下来的人，所以他们会有很强的归属感，他们也很希望全世界都能够看到他们所喜欢的生活环境。然后紧接着咱们要聊的就是留学群体，他们的分享动机和教育体验。这些留学生为什么会成为马来西亚生活分享的主力军呢？其实很多留学生他们拍的那些校园里面高大的热带雨林植物，或者是他们日常的一些点滴，背后都藏着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他们想要逃离那种竞争非常激烈的教育环境。听起来他们好像是在通过镜头展示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成长氛围。没错没错，就比如说之前有一个女生，她从北京到吉隆坡的国际学校读书，然后她以前在国内每天下了课要赶3个补习班，数学考98分还要被老师单独谈话。但是她到了马来西亚之后，她发的第一条小红书就是第一次在课堂上面被老师夸想法特别，而不是答案正确。然后底下很多人评论说，这才是童年该有的样子。那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到底有哪些让这些留学生和他们的家庭觉得很有吸引力的地方呢？首先就是费用，其实跟北京、上海比起来也差不太多，但是它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是全英文教学，然后又有马来、印度等等这些多元文化的课程，所以孩子可以在一个非常宽松、没有那么多排名和攀比的环境里面成长。听起来不光是学业上的压力小了很多，而且好像孩子可以更自由地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是这样的，老师会鼓励学生去学乐器，会鼓励他们去参加童子军。然后这些留学生他们拍的那些校园生活，其实他们真正想展示的是一种被尊重的成长。他们也想让国内的家长和同龄人知道，其实教育不是只有一种卷到极致的方式，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可以松弛的、快乐的成长。现在不是很多留学生都开始用短视频记录自己在马来西亚的日常吗？那这样的经历对他们来说到底有什么用呢？现在申请留学，大家的 GPA 都很高。对，那这个时候你有一些跨文化的经历就会很不一样。比如说你在简历里面写你在马来西亚参与过多元文化的项目，那这个其实比单纯的一个好成绩更吸引人。感觉这样的话，不光是让自己的留学经历更丰富了，而且也多了很多可以展示自己个性的素材。对，像有一个台湾的同学，他就是专门拍自己学马来语的一些日常，然后他一开始的时候是那种跟着录音带背台词，到后面他可以跟那个小贩讨价还价。他本来只是想给家里人报个平安，结果没想到吸引了很多想要留学的人来咨询他。现在他还可以跟当地的机构合作，去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比你只是在教室里面学习书本知识要有趣的多。然后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定居群体的分享动机和生活体验。很多人很好奇啊，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来自中国1、2线城市的家庭最终选择在马来西亚扎根呢？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受不了国内那种高强度的生活和工作节奏，所以他们就带着家人一起来到了马来西亚，去寻找一种更从容的日子。这么说的话，他们的生活状态跟以前相比应该是有了非常大的转变。是啊，比如说有一个上海的妈妈，她以前就是一个典型的鸡娃妈妈，周末的时候她要带着女儿奔波在各种奥数班、舞蹈班之间，直到她老公说再这样下去孩子就毁了。然后他们就考察了很多国家，最终选择了马来西亚，因为这里常年都是夏天，很适合家里有心血管疾病的老人。然后这里的华人社区也非常成熟，所以他们在生活中完全不会有语言的障碍，甚至他们还会遇到马来人或者印度人跟他们用华语聊天。最让他们满意的就是这里的节奏很慢，
他们的孩子可以自己去书店看书，店员都会帮忙照看，他们再也不用每天早起赶高峰了。这些在马来西亚定居的人，他们通过分享日常到底获得了什么？他们拍的都是一些非常普通的生活细节，比如说早晨起来在小区门口买一份热腾腾的肉骨茶，下午的时候陪孩子去参加学校的义工活动，傍晚的时候跟家人在河边散步，这些东西都已经融入到他们的骨子里了。他们并不是说去网红打卡点，他们的视频里面真的能感觉到那种踏实的幸福和满足。然后有的人在评论里面说，这日子也太无聊了吧。那个上海的妈妈她就回复说，无聊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其实他们是在感谢马来西亚给了他们另一种活法，他们想把这种安稳分享出去，既是一种还好我选对了的自我确认，也想让那些在焦虑里挣扎的人知道，真的有地方可以低成本的过高质量的生活。说到这里，咱们可以聊聊香港艺人在马来西亚发展的机遇和他们的分享动机。最近有不少香港艺人去马来西亚寻求发展，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行业背景？这几年 TVB 因为架构调整，所以他们的剧集拍摄量大大缩水了。那有很多艺人他们连戏都接不到，像袁伟豪，他以前是男主角，现在他的曝光率就直线下降，所以他干脆就来马来西亚拍这种跨国的犯罪片。他甚至还自己参与了融资当制片，他也会拍一些自己背马来语台词的视频，还有一些打斗的花絮什么的。然后他还开玩笑说，奶粉钱不等人。其实他是说出了很多中年艺人的无奈，就是你在香港等机会真的太被动了，你还不如来马来西亚这边寻找一些新的赛道。看来马来西亚对于香港艺人来讲，真的是变成了一个寻找机会、突破瓶颈的新舞台。没错没错，除了袁伟豪，还有陈山聪啊、梁烈唯啊，他们都来这边拍戏。因为马来西亚它是一个多元语言的市场，它有大量的华语观众，然后再加上这边的拍摄成本比较灵活，政府还有一些补贴政策，就是你这个影视项目如果审核通过了之后，你可以拿到 30% 的支出补贴。这对于那些预算有限的团队来讲，真的是非常有吸引力。所以说他们在这边拍的东西也不光是局限于影视剧本身，也会把自己的生活点滴也分享出来。是这样的，他们拍在大马的一些工作日常，然后街头的一些烟火气啊，其实他们在记录自己工作的同时，也在扩展自己的人脉，打开新的市场。因为现在这个流媒体的时代，你有曝光就有机会，哪怕是拍一碗异国街头的面，也可能会让观众记住你的努力。这种分享其实既是谋生，也是破圈。好的，我们下一个要聊的主题是华裔群体的文化情怀和历史传承。他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通过短视频把马来西亚华人的这段历史给呈现出来的？马来西亚有2300多万华人，他们本身就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像吉隆坡的广东义山，那里有一座南侨鸡公纪念碑，上面刻着3200多位回国抗战的华侨的名字，它是面向北方遥望着祖国的。然后有一些侨领他们会自发的组织起来，去挖掘这些历史，用短视频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发布在 TikTok 还有 Facebook 上面。他们还会带着年轻一代的华裔去重走滇缅公路。他们不光是拍这个纪念碑是怎么被维护的，或者是说一些公祭的仪式，他们也会去捕捉年轻人在了解自己的先辈，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脸上那种触动的神情。他们其实并不是为了流量，他们就是希望这段被遗忘的历史能够重新被大家看见。那华裔的定居者，他们是怎么样通过这些日常的短视频来展现文化自信，然后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的？他们会拍槟城华人的宗祠，会拍春节的舞龙舞狮，也会拍一些华文学校里面孩子们上课的画面。他们其实是在展示中华文化已经在这里落地生根了，然后又跟马来文化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他们也希望通过这些内容告诉世界，马来西亚的魅力不仅仅在于自然风光，更在于这种多元文化共生的温度。华人在这里面其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分享其实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连结，让海内外的华人都能够感受到那一份跨越山海的乡情。咱们现在要进入的这一部分呢，是短视频背后的现实与理想化。大家很关心的是，这些分享马来西亚生活的视频，在呈现美好画面的同时，会有意或者无意的忽略掉哪些现实的难题呢？有很多视频会说这边的物价很便宜啊，生活很便利啊，多元文化很包容啊，但是他们很少会提，比如说这里的公共交通其实没有那么发达，然后快递也没有国内那么方便，还有就是偶尔会遇到的一些文化误解，或者说办事效率不高的情况。
对，所以说观众看到的往往都是那些阳光明媚的瞬间，那些生活中的小困扰好像都被过滤掉了。是的，就像那个上海的宝妈也说，刚到马来西亚的时候也被装修队坑过，也因为办事太慢而抓狂。但是这些让人头大的事情很少会出现在镜头前面，毕竟谁都更乐意去展示自己生活中美好的那一面。那不同的群体，他们在分享马来西亚生活的时候，他们背后的一些心理需求，或者说他们获得的一些实际的好处是什么？比如说留学生，他们喜欢晒自己精彩的日常，那其实可以稍微缓解一下思乡的情绪。然后定居的人，他们通过展示自己安稳的生活，可以获得一种归属感。艺人的话，他们更需要让大家看到他们在不断的努力，这样才能够维持自己的人气。这些其实都不是什么虚伪的事情，这都是很正常的心理需求。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些分享其实也给马来西亚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变化。没错，因为中国游客变多了嘛，所以也带动了这边的旅游、餐饮、电商这些行业的发展。然后有一些抖音博主甚至直接就说，马来西亚的物价比新加坡要便宜3到5倍。所以很多中国的这种美妆啊、小家电啊就特别受欢迎，也有很多商人就是趁着这个热度就打开了新的市场。我们接下来想要探讨的主题是这种分享所带来的双向影响和真实意义。大家很好奇，这些短视频里面展现出来的马来西亚的生活是怎么改变大家对于这个国家的印象，并且形成这种良性循环的。以前大家对于马来西亚的印象就是一些海滩啊，或者是新闻里面的那种多元社会，就感觉很遥远，然后也很模糊。但是现在有了这些华人，他们用这种很生活化的视角，把马来西亚的那种烟火气、包容性很生动的给展现出来了，反而让更多的中国人、香港和台湾的人对这里产生了兴趣，想要来这边留学、定居或者创业。所以说这些分享其实是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马来西亚，是吗？是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有一个台湾的创业者，他就是通过小红书上面的一些分享，决定来马来西亚做电商。然后他也把中国的一些爆款的模式带到了这边，现在他也做得很好，他自己也成了一个分享者，他会拍视频教大家怎么来这边创业，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过来，形成了这种良性的循环。那为什么这些分享马来西亚生活的短视频会被认为在搭建文化的桥梁，而不仅仅是在展现美好？因为这些人他们本身就处于两种文化之间，他们一边是自己的故土，然后一边是自己现在所热爱的马来西亚。他们用自己的镜头很真实地记录下来自己每天的生活，没有去刻意的美化，也没有去隐藏那些琐碎的部分，所以就让两个地方的人都能够看到彼此真实的生活状态，也让彼此之间的距离更近了。我们最后要聊的就是这种分享行为的意义和我们的一些感悟。短视频里面所呈现的这些马来西亚的生活，到底给不同的群体带来了哪些启示和共鸣？每一类分享者其实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宝贵的东西。比如说留学生，他们让我们看到教育还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然后定居者让我们知道你可以不用那么焦虑的去生活，艺人让我们看到哪怕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勇敢的去寻找新的机会，华裔群体让我们看到什么叫真正的坚守和传承文化。这些视频里面传递出来的这些情感，好像比风景更能打动人。确实是这样的，他们分享的不是一个虚构的乌托邦，而是他们自己真心选择和热爱的生活，有温度，有勇气，也有对文化的敬畏。这种力量让更多的人去思考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也让马来西亚变得更加的生动和亲切。我们在面对这些分享马来西亚生活的短视频的时候，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其实我们不用去纠结说他们有没有把所有的真相都呈现出来，或者说他们背后是不是有功利心。我们更应该珍惜的是他们用自己的镜头把两个地方联系在了一起，然后用自己的热情让彼此都感受到了温暖。说得太好了。那我们今天从这些分享马来西亚生活的短视频背后，看到了不同的群体对于生活、对于文化的热爱和追求，也体会到了这些真实的故事是怎么样把大家联系在一起，让大家产生共鸣的。好啦，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见，拜拜，拜拜。